看，我拿到了影石 Insta360最新的 Ace Pro 2运动相机。去年的时候 Ace Pro 第一代发布，我没有拿到，但看了很多评测，当时就特别惊讶。我说运动相机还能做成这样，竟然能拍出这么好的画质，所以今年我能拿到它，我特别的开心。了解我的观众应该都知道，我原来一直是用 Insta360的 Go 系列来拍摄我的日常的节目，但是呢，这款 Ace Pro 2代让我有了拿它来拍的冲动。我也花了很长时间进行了各种拍摄的体验和测试。这期视频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作为一个跑步自媒体，作为一个我还认为是严肃的跑者，如何用运动相机来完成每天的训练和拍摄。我日常节目的拍摄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我自己独自在训练中完成的，并且呢，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早训练。所以对我来说，拍摄设备呢需要操作简单、便携、电量充足，而且因为是早训练，像冬天、春天、秋天的时候，需要暗光条件下成像质量还不错，并且呢，拍摄的过程不能太影响我的训练。Ace Pro 2对我的日常拍摄来说有2个优点，一个是好拿，另一个是好拆，这2个要结合着说。好拿就是这样，我无论是这样拍摄第一视角，还是这样拍摄我自己，或者是呢，我可能这样拍一拍跑团的小伙伴们，拍一拍可能有时候拍拍大河原先生，这种情况下，或者给大家左右看看风景，比较好拿。好拆就是它是一个磁吸的卡扣，它不是那种需要拧螺丝或者很麻烦的拆卸。这样的话呢，我不用说可以给它拆下来，这样它如果有一个小的包，或者说有一个兜，我就可以放下去，然后这时候只拿一个杆，拿一个很轻的自拍杆就很方便。同时呢，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可翻转的取景器，我在拍我自己的时候，这样的时候，我能够看到它，就基本上能保证我在屏幕的中间，同时呢，我也能实时看到它的一些反馈。这样的话呢，就比之前的拍摄会更踏实一些，心里。有很多时候，有些小伙伴来咨询我，想开始记录自己的运动、自己的跑步，就会有2个问题，一个是防抖，一个是收音。那这2个问题在2代的 Ace Pro 上解决的就非常好。首先说防抖方面，我通过一系列的尝试，我经常用的就是普通模式的录像16:9，之后呢，防抖开成标准或者开成高我都试过，在我的跑步过程中表现都很出色。声音方面呢，因为你们看它这个地方的这个设计，这个是到目前为止运动相机产品里独一无二的一家这个防风的罩的设计，所以呢，在风噪很明显的时候，结合它本身自己的 AI 芯片，再结合上它硬件的设计，对声音的处理，尤其是在户外嘈杂环境下，如果开启人声增强的话，它的声音处理不亚于那些后期的软件最后做的人声增强的效果。所以对于直出的画面，或者说我就想拍完以后马上就用的画面的时候，人声的效果会非常的好。哎，小伙伴们，地铁马上就来，看看 Ace Pro 2的智能人声增强模式怎么样？现在我来说话，刚刚完赛，看看人声增强智能人声增强模式怎么样？哎，现在站台上有背景声音，有开门的声音，有人们出来的声音。听我的声音效果还行吗？应该还行，我觉得应该还行。另外一个针对我的问题是，我都是早训练，而且特别早。现在天慢慢凉下来了，天呢也黑的越来越早，亮的越来越晚了。大多数时候我出去跑步的时候，天还是完全黑的。我呢也尝试用 Ace Pro 2在这种情况下拍摄过几次，画面效果都很不错。另外 Ace Pro 2的运动 HDR 也让我印象深刻，它在高光抑制和暗光增强的表现都很不错，尤其是在大逆光的时候，如果拍人脸效果挺好的。Insta360的小伙伴们也建议在白天尽量都开启运动 HDR 的模式。另外这款相机一个比较大的升级，
也和运动 HDR 有关，就是它终于支持 4K 60帧情况下开启运动 HDR。这样的话呢，在 4K 60帧的情况下，也能拍出很不错的高光和阴影的感觉。因为现在毕竟已经进入了一个 4K 的时代，所以 4K 的制作可能已经是一个标准的模式，或者说一个很需要的模式了。甚至在暗光表现下，用它开启 4K 60帧的时候，画面的观赏性和纯净度也还很不错。另外，这一代的 4K 120帧给我的冲击很大，我意识到慢动作可以给运动视频更多的高级感。最近我视频中不经意间有一些慢镜头，不管是我拍的别人还是家属拍的我，都是出自于 Ace Pro 2这款相机。另外呢，我在拍摄中我还发现，在光线好的时候，如果全程用120帧拍，其实和60帧来比，虽然画质会有一点点损失，但是很不明显。所以呢，我那天有一个大胆的尝试，那天的30公里的测试，因为光线很好，环境很好，所以全程几乎大家看到所有我跑动的画面和别人跑动的画面都是 4K 120帧的模式拍摄的。在这个模式下，我可以非常轻松的把任何一个画面变成，如果我的出品是30帧的话，能变成4倍的慢动作，而不损失流畅度。像有时候我们总说拍到要比拍好重要，如果我需要频繁的去切换帧率去抓拍慢镜头的话，可能有的时候一个精彩的瞬间就过去了。而那天 4K 120帧的拍摄给我们两个一个特别大的冲击，说哦，原来现在这样拍摄真的能在后期有特别多的空间。当然了，全程120帧拍摄会更多的消耗电量和存储空间，不过我觉得对于创作来说，这些都不算什么。除了拍摄跑步的视频，我觉得 Ace Pro 2也比较适合日常生活的记录。还是那句话，首先拿着它很方便，你想拍哪儿，一下就弄过去了。然后我也尝试过把它放在自行车把上去骑车走一走，平常骑车走的路拍一拍视频，把骑车的画面呢作为一些空镜剪到我的日常的视频中，感觉也是挺不错的。现在我们在东京六本木的街头，我想记录一下我步行的轨迹。它现在已经不需要你一定要依赖一个运动手表了。现在 Insta360 的手机 APP 有一个 GPS 运动助手，直接这儿开启，它这儿就开始记录了。然后呢，这边就可以开始录像。是它能记录 GPS 的轨迹，它其实也就变成了一个码表式的东西，能实时看到你的数据。你要是骑车的话，手机放在前面架着的话，也能看见。你们看，我已经走了几百米回到酒店，然后现在呢，我用手机打开刚刚拍好的这个素材，在预览的时候，它就告诉我是否要加载仪表盘的数据，然后我一加载就出来了，还能调样式。其实它也能去重新调这个时间轴的对，但是我发现因为这两个时间同步了，时间同步以后呢，它的这个时间轴自动对的特别好，真的是挺好的。我觉得不光是骑车跑步这种运动，就像我们走在城市里这样随便拍一拍街景走一走，今天又徒步了
一两万步去在一个城市里玩的时候，哎，有一个小地图还是挺有意思的。尤其是拿着它逛公园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仪表盘已经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了。因为很多人就算做运动、骑车、跑步的时候，也都带着手机的。好啦，这就是我对 Insta360 Ace Pro 2的一些使用的感受。我觉得用运动相机去记录日常的跑步、运动、一些集体活动，或者是像我记录比赛，都是很有意义的。有的时候跑步除了各种你留下来的记录数据以外，能够拍摄一些画面，给你的跑步生涯留下更多美好而且鲜活的回忆，还是一种不一样的人生体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